元前3000多年，由于缺少木材，原始技术相当简陋，所以就以当地的纸莎草捆扎成船。此后，陆陆续续，世界各地各民族也依照各自的地理环境与条件，发展了各具特色的船。不断成长的造船科技与推陈出新更为可靠的船只，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，并发出扣人心弦的壮阔波澜，引发人类文明进展的重大转折。中国明朝前期曾派遣郑和出使西洋，郑和团队每次出海均有各种战船、后勤补给船约200多艘，其中最大的是作为旗舰的宝船。郑和带了馈赠给各国的礼物，包括青花瓷、丝制品、麝香、金银、铜钱，各国也回赠宝贵的纪念品，还包括长颈鹿哦。但是它在当时的名字不同，它是传说中的麒麟。奉西班牙王室的命令，哥伦布于1492年首次航行至美洲。这支舰队的旗舰是圣玛利亚号，在海地搁浅沉没了。在蒸汽机发明以前，各式各样的船只已经利用风力与人力穿梭在汪洋之中。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，蒸汽机成为船只的动力。美国人发明了蒸汽船，德国人迪塞尔进一步发明柴油引擎，使目前绝大部分的船只都以柴油引擎作为发动机。也有不少重型航空母舰或大型潜舰利用核能作为动力，推动蒸汽涡轮机再驱动推进器。我手上呢有6艘军舰跟船啊，那你看一下，你觉得哪些是台湾制造的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一艘，然后还有这一艘，因为这2艘有印象。应该是这个啦。这个是不是？是。答案就是全部都是台湾制造的。你都要惊一下呢？我惊一个对。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材料科学的成熟，使用近代的技术，甚至可以将古老的独木舟制造成透明的，而传统的帆船也可以像在水上飞行一样快速。另一方面，近代船只的体积越来越大，动力越来越先进，同时针对不同功能设计出各式各样用途的船只，例如豪华的客邮轮、快艇，可装载大量货品的货柜轮，武装齐全的军舰，在大河中破冰开路的破冰船，在大洋中进行石油探勘的钻井船，和能容纳几千人、上百架飞机的海上空军基地航空母舰。潜艇能够神出鬼没地在水下运行，自第1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广泛运用。例如，可潜伏在深海之中，出其不意给予敌人致命核武打击的潜舰；可用于海洋生态研究、海底勘探、科学侦测的考察用潜艇等等。地表70%的面积覆盖着海洋，海洋与现在国家的国际地位、经贸、国防、生态环境、能源息息相关。因此，经营海洋权益事关现代国家的生存与发展，许多繁忙的水道也成为各国必须争取的权益。可以想见，造船工业以及相关的科技实力，更是海权的重要基础呢。教授，为什么铁片啊，我们把它放入水里，没多久之后它就这样下沉？可是你看啊，明明就比它重很多，
每一艘都是数万吨的船，却可以在水面上安稳的行走啊？这是因为著名的阿基米德原理，船受到的浮力是水对船的压力造成的，浮力的大小等于船排开水的重量。铁船不是实心的，铁船没入水中所排开水的重量就已经等于铁船的重量，所以铁船会浮在水面上。哇，教授，我看到这些泡泡，它都会这样停滞在空中，这是为什么？是，你看这些泡泡停在这个水族箱的上半部，对，原因就是因为水族箱下面呢有密度比较高的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的浮力造成这些泡泡不掉下来。哦，实际上就跟海面一样，但是你看不到二氧化碳而已。原来如此。教授，既然这个浮力啊，它其实是由压力所造成的，所以说水啊会在接触船的部分对船造成一个压力，而共同形成浮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像船这么大，要来讨论它的浮力，是不是很复杂呢？对，如果从压力来分析浮力，的确比较复杂。但是我们可以把水施加在船各部分的压力呢，简化成一个向上的浮力。这个浮力作用在船身上，它的作用点称为浮心。浮心的位置就是船所排开水的直心位置。船摇晃的时候，没入水下的部分会改变，也就是说，船排开水的形状跟位置都会改变。换言之，排开水的直心位置当然也会改变，所以浮心也就跟着改变了。不过，对于直心来讲呢，其实是船本身就已经决定了，所以它并不会因为摇摆而改变直心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船的直心本身不变，但是船所受到浮心的作用点在改变。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来船的直心大概在这个位置，不会随船歪斜而改变。但是呢，当船歪斜的时候呢，船的浮心跑到这边来了，它的所受的向上的浮力呢，就会让这个船呢再恢复到正力的状态。如果船的直心，也就是船的重心太高的话，当这个船歪斜的时候呢，虽然浮心会改变，但是呢，它已经没办法再让它恢复到正力状态，所以船就会倒掉了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船的稳定性其实是跟船的直心、船的浮心，也就是排开水的直心是决定性的关联哦。船能稳定浮在水面上而不会翻船，接着我们就来聊聊该如何让船行驶呢？现代船只的推进力都是用螺旋桨产生的。早期的船呢，是用引擎经过长长的转轴带动螺旋桨转动。那现代有许多船只呢，是用引擎先驱动发电机发电，然后利用长长的电缆线呢，将电力传给船头或者是船尾的马达，再用马达呢驱动螺旋桨转动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就省掉长长的转轴，螺旋桨也就更为灵活了。所以呢，操纵大船就更为方便。仔细看螺旋桨，因为螺旋桨旋转时对水施力，把水往后推，就会对螺旋桨施加向前的推力。但是螺旋桨同时也使海水发生无助于推力的问流和其他方向的流动。海运量远大于陆上运输，像是重要的原油啊，还有天然气等等，都是依靠海上运输的哦。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尽量用最少的燃料，而运送更多的货物呢？其实就是要尽量减少船所受的阻力。船的阻力来自于船行驶的时候呢，扰动海水，所以就把能量传递给海水了。首先，船在水中行驶的时候，因为船占有体积，所以前方的水必须让开，于是就会增加前方水的动能，这样船就会受到阻力。另外，就像刚才这只小船，当这个小船在水中以比较快的速度行驶的时候呢，
它就会造成波浪，于是把小船的动能呢转换成波浪的能量，所以小船就会受到所谓的造波阻力。这是蛮简单的一个造波现象，但是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消除它呢？工程师设计的球形船首，它在水下也会制造波浪，与船身制造的波浪呢，因为干涉而互相破坏，于是减少了造波，于是就减少了造波阻力。我明白了。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，船在行驶的过程当中，它沿途就会扰动海水，增加海水的能量。而这些海水所增加的能量呢，其实都是源自于船的燃料。一点没错，但是船必须行驶，船也必须要有推力。船在行驶的时候呢，要尽量避免扰动海水，而把能量传给海水。船产生推力的时候呢，要尽量避免产生无益于推力的乱流，而把不必要的能量传递给海水。具体的做法就是在螺旋桨的尖端加装小翼，避免桨尖涡流，或者在螺旋桨中间做一个导流的圆锥体，减少乱流，或者安装导流板，使螺旋桨驱动的水尽量指向后方流动。教授，像船那么巨大，都重达几十万吨，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可以支撑船的重量，那么的坚固，又可以减少损坏呢？心怡，你问到重点。你看这叠瓦楞纸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叠在一起的话，它承受不了多少重量。可以吓它了。下线了。对，同样的瓦楞纸，如果做成立体的形状，像盒子一样，它就能够承受很大的力量。一点事都没有。可能没有下线。还早，刚才那个行李就那么强了，这个可能堆满都下不行。哇！它这连变形都没变形。是啊，一点下线的。所以造船的时候，就是像这样子，把一个一个的盒子焊起来。一点没错，就是利用这样科学的原理跟奥妙，现代的船只可以做得又大又重，而不会被海上恶劣的风浪破坏。太好了，所以这样就大功告成喽。没那么简单哦，我们要考虑船的振动模式所造成安全上的隐忧。安全上的隐忧，所以振动模式就是由各个振动系统的材料跟形状所决定的振动方式。那我们的鼓面、琴弦，或者是飞机、船只，都可以当作是振动的系统。就以船为例，如果海浪或者引擎对船所施加的周期性外力，它们的频率与船的某个振动模式的频率相近的时候呢，就会引起共振现象，这就不利于船体的安全。台船公司成立于1937年，原名为中国造船，是台湾第一大造船公司。过去以建造商船为主的台船，数十年脚踏实地，逐渐成长。这次我们借由台船工程师的带领，让我们得以接近一般人无法接触的大型船只世界。刚才在实验室里了解了船的原理，现在就让工程师带我们实地了解一下吧。台湾国际造船，那今天呢，就由我来带你了解我们台船造船的生产流程吧。好，螺桨在旋转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一个平行船的推力以及旋向的损耗，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让这个螺桨尽可能的使海水向后推移，
并且减少浪费能源的成像损耗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增加我们螺桨的推进效率。了解。那台船研发的这个端板螺桨呢，这个端板就像一尖小翼，将我们螺桨的叶尖翘起来，可以减弱无助于推力的叶尖涡流。节能舵球就是在这个鼓部的后方啊，做上一个导流锥体，来让它减少不必要的问流而损失能量。那顺便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rudder fin 舵翼。那什么是舵翼呢？它也是一个节能装置，它可以减少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涡流的损耗。那我们这个台船的节能装置呢，它可以帮我们的船可以省下大约4% 的马力。在实验中啊，教授有提到说船的重要结构球形手。没错，那在我们船在行驶的时候，它需要克服阻力。那阻力呢，我们又细分为表面摩擦阻力、噪波阻力以及形状阻力等等。因此我们在设计阶段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透过一连串的电脑模拟分析，设计出阻力最小、推进效率最高的船体外形。那这个船体外形，我们又称之为线型。那线型是我们这个造船厂非常重要的资产。是。你所提及的这个球形手啊，它现在应用在很多的商船上面。那一个有效的球形手，它是需要搭配全船的船速、吃水，并且再搭载这个全船的线型优化，以干涉现象来降低我们船掀起的波浪。所以啊，这个球形手可不是随便镶嵌任何一个都可以的哦。事实上，线型以及船手它不断的做这个改良，目的就是要让船行驶的时候，它能够减少海波以及这个海水的扰动。因为这些能量啊，这些水波的扰动啊，以及这个海面的波浪，它的能量来源都是指燃油。工程师，我看到这里船的侧身有一片一片的，那个是什么构造啊？那这个呢，就是密龙骨。那什么是密龙骨呢？密龙骨就是 bilge keel， 它是用来增加我们船行驶时的稳度，以及降低我们船的横摇。那说到稳度呢，在我们商船设计的时候，除了船速性能，稳度也是至关重要的设计要素。因为稳度呢，它反映了一艘船可以叠得多高，装得多重。那根据阿基米德原理呢，物体在水中所受到的浮力就是物体排开水的这个重量。那我们船的浮心呢，就是船排开水的直心。那稳度呢，则是由船的重心以及浮心的关系之间去做决定的。大家这样子是不是有想起来，跟教授在实验室跟我们解释的原理是一样的呢？带你们看完了实验室原理的真实版，现在来看大型船只是怎么诞生的。30余年来，不断提升设计能力与生产技术，我们目前已具有100% 整船自行设计的能力。我们建造的各类商船也获得国际航运界的好评。从工程师认真的解说中，我们还得知近年全球重视环保，台船也开发了能源效率显著的绿色船舶。经过世界知名的德国汉堡船模实验室测试，结果显示台船节能船较一般的船型减少油耗10%以上呢。那心仪这边就是我们的船体厂。我们从中钢购入我们的船用钢板之后呢，会在这边进行割切，割切之后就会在前面进行弯制。那弯制后，我们就会把这些构件啊，你旁边看到的这些构件，它会再做成小组件。那小组件之后再变成中组件，中组件之后再变成大组件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大型的一个钢构构件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再把我们的油管、水管还有电缆架一并安置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呢，就是船屋，把刚刚工厂里面看到的那些大型的钢构组件呢，用这2台吊车，然后把它吊进去这个屋内做组装。那个组装的过程呢，就像在叠积木一样。那我们这个造船屋呢，也就是我们这个造船厂啊，组装最后的一个平台。那直到这个我们这个船啊都组完了之后啊，这个船的外观就大体上完成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在船坞里面注入海水，然后再把船移到码头旁边做最后的吸装，然后空出来的船坞呢，我们就会让下一艘船来使用，这样才能够提高我们工厂的生产效率。哦，
那我们现在在船坞完成了船体、引擎跟它的推进器之后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最后一个步骤，西装。西装其实就是船靠岸装配的意思。通常在船壳建造完成下水后，才靠在码头边装设各种航海仪器设备、空调、消防、照明、室内装潢等。当一艘船完成西装后，需要进行1轮的测试，包含出海进行海上试车，测试合格才能交船哦。也就是说，在船坞中完成船的身体，在这里西装等于是加上了衣服、鞋子、帽子、随身装备喽。没错。今天台船完整先进的船舶科技，是整个台船团队共同奋斗的成果。我们当然希望由台船的大家长来让我们了解丰硕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台船从这个中船建立到现在我们已经盖了大概680多条的那种大型的货柜船，另外还有116艘的军舰。因为有这个军舰，台船除了一般的这种企业的这种责任之外，它增加了一个国防的责任。现在我们台船又介入了国造潜舰，所以台船跟所有其他企业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比所有企业多了一份国防国安的责任。那现在目前政府最重要是潜舰国造嘛，那潜舰的建造设计跟水面舰是完全不一样。其实我们最需要的、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才，真的就是希望说对这个造舰事业有使命感，希望以这个当作他的人生的志业来发展的年轻人。能够踊跃来投入，因为这个事业是非常长远稳定的。未来城市可能是浮于海面上的朦胧巨船，它可以搜集太阳能和风能，风力涡轮供电，并且制造氢气储备起来。当没有太阳风力或者是晚上的时候，则用储存的氢气提供电力。每艘船都印记着造船人的心力与热忱，承载着乐观、进取与愿景。而船舶工业的发展，打开了我们徜徉大海、求生求发展的广大格局。超理想进化论为你串起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科学方程式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